相比特朗普时期一刀切式的关税政策，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目的性的关税措施，并且尽可能地将盟友的损失降至最低。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关键矿产领域，拜登政府拟加征的关税要到2026年才会正式实施，而且对中国天然石墨、永久磁铁等均征收25%关税，远低于锂电池、电动汽车等中国商品的关税。这也是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为自身供应链构建和完善提供时间。路透社最新爆料，拜登政府将公布一项新规，加大对中国芯片制造商取得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渠道的限制，旨在填补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漏洞。日本、荷兰等盟国将不受影响，但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大陆的芯片出口仍将受到限制。路透社指，有关新规目前还处于草案阶段，显示华盛顿想在对华打芯片战的同时，不至于激怒盟友。在3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工具化，不断加码对华的芯片出口管制，胁迫别国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产业链稳定，不利于任何一方。中方对此一贯坚决反对。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希望相关国家坚决抵制胁迫，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真正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实际上，美国目前正逢大选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令美国盟友始终悬着心。英国《金融时报》29号爆料称，欧盟正紧盯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如果特朗普胜选，欧盟谈判人员将立即同特朗普方面展开接触，寻求同美方迅速达成贸易协议。关键内容是，欧盟将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避免特朗普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如若不行，就挥舞大棒，通过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方式予以回击。据称，欧盟正在拟定一份进口美国商品清单，上榜的商品可能被征收50%或更高的关税。美国原定8月1号对中国电动车、电动车锂电池及芯片加征关税，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新的措施要推迟至少2周才会实施。原因是围绕部分产品仍然有一些意见需要审核。目前拜登政府执政时间仅剩最后6个月，关税措施会否生变？白宫即将易主，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会如何布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宣布，从8月1号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钢铁和铝制品、纯电动汽车电池、光伏面板、港口起重机、医疗用品提高惩罚性关税，将影响180亿美元的货品。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从此前的25%大幅增加至100%，太阳能电池从25%到50%，电池部件、锂电子电动汽车电池的关税均从7.5%提升至25%，而特朗普任内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按照流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开始进行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收集各方意见，包括新加征的关税对美国经济消费者的影响。目前收到了上千份意见书，但到目前仍没有审视完毕，故推迟了正式实施新关税的时间。外界预计最早8月中旬，最晚9月中旬将会有结果。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启用301条款，单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021年拜登上任后，并未改变相关措施，而是展开了长达3年的审查，直至临近大选才推出审查结果。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政府实际上还加大了打击力度，直接针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和材料领域。路透社指，华盛顿正在投资数千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税收补贴，以发展美国电动汽车、太阳能和其他新兴产业。同时，美国大力攻击中国所谓产能过剩，以此合理化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为，并美其名曰此举是为保护自身产业。但美国业界对新的关税措施存在不同意见。以起重机为例，新关税措施实施后，税率将从0大幅飙升至25%。美国港务局协会7月呼吁，美国没有能够制造大型起重机的企业，如果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在事实上无法进口，将严重损害港口效率和吞吐量。该协会还称，此前已从中国订购了总计35台起重机，由于没有替代供应方，如果8月上调关税，将导致成本至少增加1.3亿美元。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也称，美国加征关税将导致每台起重机的成本增加450万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认为，拜登政府对涉及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相比特朗普时期波及范围较小。此外，考虑到在包括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对美出口量较小，新加征的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有限。那如果做一个定量的测算的话，比如说当时对于我们的3700亿的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了4轮关税，平均税率大概从之前的3%上升到19%，相当于上升了16%的一个幅度。18年到19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额正好也是降了16%，所以这个180亿如果平摊到这个平均税率里面，它可能不足以上升1个百分点。那这样的话，整体中国对美的出口额下降的幅度也会在1%以内。离开菲律宾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30号到访新加坡，这是布林肯上任以来首次访新。在此前2天举行的美日美菲2+2会谈当中，美国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并强调延伸威慑的重要性。那么这释放哪些危险信号？拜登政府毕业旅行接近尾声，那么此行成效如何呢？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到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他会见了该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国务资政李显龙，还与外交部长维文等新加坡官员共同主持第2轮美国新加坡关键和新兴技术对话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以连线方式一同主持活动。美国这边呢，他实际上，比如说跟欧盟、跟日韩沟通，他认为是更加的畅通的，但是在跟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它更多的还是需要搭建这种桥梁，去传达它的意思。所以新加坡不仅仅是中国跟东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是美国跟东南亚地区沟通的桥梁。因为新加坡的这种开放性以及又对本土亚洲的这种了解情况，是更好的去衔接的。31号，布林肯与维文会面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俗称123协定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维文表示，新美关系持续强劲，该协定的签订将促进2国的核信息技术分享交流。报道称，对于新加坡而言，为实现最迟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该国必须推动能源转型。长远来看，不受天气约束也不排放2氧化碳的核能将成为理想的低碳替代能源。根据2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123协定将为2国加强长期和平和合作建立完善框架，以双方核不扩散承诺为基础。但声明也强调，新加坡还没有决定是否在本地使用核能。在此之前，需先仔细研究其安全可靠性以及相关成本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之前，去年11月，菲律宾也与美国签署了这项协定，当时被视为2国能源战略合作的一大里程碑。截至目前，美国已与24个合作伙伴签署123协定，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新加坡是此次布林肯亚洲行的倒数第2站。此前2天，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29号举行的美菲外长防长2+2会议后，奥斯汀宣布，为加强美菲同盟关系，美方将向菲律宾拨款5亿美元，用于该国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应询表示，美在菲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菲自身防御能力，而非任何进攻目的，不会导致军备竞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菲方允许美方部署中岛是配合域外势力助长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倒行逆施。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岛和对抗。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各国的呼声，尽早纠正错误的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岛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年4月，美国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了提风陆基中导系统，用以参与美菲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中方强烈反对声中，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近日称，美军正在将有关设备自菲撤出。按计划，目前在菲部署的提风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运走。近年来，美方在军控领域毁约退群，严重冲击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还把盟友伙伴绑上战车。28号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中国持续快速扩展核武库表示担忧。双方同时召开延伸威慑首次部长会议，向国际社会彰显双方共享美国核保护伞的重要性。美防长奥斯汀还强调，延伸威慑是美日同盟的核心。日本媒体称，延伸威慑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描述美国承诺使用其核力量阻止第三方对盟国的攻击。在日本，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一直宣称在推动核武器不扩散。针对美日发表延伸威慑联合声明，中方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长期以核爆受害国自居，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强化延伸威慑，谋求所谓的核遏之力。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30号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横地晃，指责日本在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延伸威慑部长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期间发表涉华消极言论，并就此和会议文件中的诸多谬论、危险动向、虚假叙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刘劲松称，日本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同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敦促日本树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停止就中国内政事务说三道四，停止伙同某些国家搞小圈子制造对抗。布林肯此行亚洲之行已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公布，他接下来的最后一站将到访蒙古。这次自27号起为期10天，涵盖6国的行程，是他任内的第18次亚洲行，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出访之旅。观察认为，这次布林肯到访的6个国家来看，可以说是精心挑选，各有侧重。老挝是今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也是这次东盟外长会的东道主，传统上同美国的关系比较疏远，可以说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短板国家。而日本、菲律宾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越南、新加坡、蒙古则是具有关键战略支点价值的地区中小国家，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中受到高度重视。分析指，夯实政府印太战略成果是民主党政府赋予布林肯的重要政治任务。随着拜登宣布退出大选，民主党急需为可能得到提名的参选人副总统哈里斯积累政绩与政治声望。这场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毕业旅行的出访，也是希望对外表明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政治意愿。台当局2025年度总预算案将于近日出台，其中防务预算将创历史新高，岛内反弹强烈。据台审计部门公布的报告显示，台当局公共债务已高达6万5千亿元新台币，这意味着未来5年台当局都将入不敷出。7月29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召集各部门讨论2025年度总预算案。在防务预算方面，明年将在4600亿元新台币的基础上，加上特别预算与特种基金，总计63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39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增幅高达5%。纵观近5年的台军整体防务预算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19年度3815亿元增加到2023年度5803亿元新台币，约合1280亿元人民币 ，GDP 占比也从2%增加到2.5%。而赖清德上台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据岛内媒体披露，明年的军费主要包含增购 F-16战机、无人机采购以及海空战力加强计划等。近年来，台当局配合美国打造所谓刺猬岛，购买的武器装备包括高级雷达设备、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鱼叉反舰导弹、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等。应该说，下一步台湾当局会根据美国的这种指导。同时也根据两岸之间军事实力日益的，就是台湾处于这个不可逆转的劣势这么一个基本背景之下，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一些比如说所谓的轻型的、灵活部署的、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种战术
或者是武器装备的采购。除了传统武器装备，美台之间的另一项军事协议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台近期正式签署军售合约，旨在提升台军指挥及情侦系统数据链 Link-16，总价值约合人民币44亿元，执行至2026年12月31号。据悉，未来的履约地点位于新北市新店区、高雄市左营区。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美国政府就已事先公布了这一军售案。所谓 Link-16系统，指的就是先进战术资料链系统，具有高度精密性、及时性，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电子干扰。它不只传输影像，还能实时反馈战场信息。目前台军的讯安系统就是以 Link-16为基础的作战系统，它整合了台军多个作战单位的作战信息，但未扩及所有现役军备。29号当天，台审计部门也公布了一组岛内2023年度总决算数据。报告指出，台当局公共债务达6.5万亿元新台币，平均台湾每人负担约27万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这也意味着台当局未来5年都将入不敷出。对此，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在明知经济风险大、财政压力大的情况下，仍然出于一党之私讨好美国，不断挥霍民众血汗钱，购买到的还是二手武器、淘汰武器。民进党当局到现在已经向美国缴纳了205.3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费用，但是武器却迟迟不见踪影。据岛内中时新闻网报道称，仅6月1个月，美方在此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售武器价值高达8.4亿美元。拖欠的武器包括此前采购的无人机、毒刺导弹、标枪导弹等。地面武器装备同样如此，台军购买的108辆 M1A2T 主战坦克和29辆海马斯火箭炮，到现在也是未见一车交付。美国赖着不交货，却仍在不断勒索。特朗普日前更是变本加厉，公开威胁台当局要给更多保护费。在特朗普的眼中的话，其实台湾，如果说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通过，比如售卖军火呀，包括压台湾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呐等等，帮助美国削减它的贸易逆差呀等等这方，包括还有。当然，像比如台积电这些高科技产业，转移到美国，为美国带动他们的当地的就业啊，提升美国的 GDP。赖清德上任不足3个月，铁了心要搞台独，台防务预算大幅增加，充分暴露了赖当局以武谋独对抗大陆的野心。不过，岛内舆论指出，即使台军增加防务预算，也不能满足所谓安全的需要，更不可能实现台独势力的台独梦，只会压缩民生开支，制造紧张氛围，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让民众为其买单。赖清德当局搞以武谋独是螳臂当车，买再多的武器也买不来安全，只会被出售武器的国家当成提款机。再怎么强化国防力量，炒作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也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